哎，这个桥我发现它有护岸啊。然后呢，哎，这里的行人现在已经多了起来。然后我看评论区大家吐槽最多的就是这个马路看起来太乱了。是根据这个地形，我先做了2条商业街，然后这里有一个山脉，有一部分树木，肯定是不能盖房子的，是吧？接下来我们要正式打理这里的道路的话，可以把左边的这个高速先延过来。这个高速呢，我特意留了一个路口，然后我们现在先选取一个4车道，想一下未来这条道路的走向问题。比如说，我们把它拉在这儿的话，形成一个城市的分界线，是吧？等一下，这样会不会有点太远了？先拉在这儿吧。OK。然后再和前方去连接一下。我一直在找这个弧度，现在算是连接上了。然后稍微打一点点弯道。然后我们起路口的话，去想一下啊，目前这个高度现在看起来有点不是太好看。利用一下这个模组，我们用这个模组呢，把它稍微平滑一点点，不用平滑的太多。比如说连接一下中间的节点就可以了。来个回撤，其实它已经平滑了，但是这条道路它有一定的弯度啊，所以呢，这个地形在没有平整的情况下，它会从视觉上看起来会有点乱。我们再把它稍微微调整一点点。我们这个路口呢，需要完全的把这个车道给开出来，然后中间先删除，想一下2个节点够吗？把这个道路再向右边去延伸一点点吧，沿在这儿。然后呢，我们把这个游戏先暂停一下，要不然这些车辆他们跑的时候，这个垃圾车跑的也太远了吧。3节点，1、2、3、4个节点差不多了。它中间是一条直线，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是可以随便的去延伸的，不用担心这个道路不规则的问题。还有对面，找一下对面的节点在这儿。然后中间的2车道就可以直接去连接了，不冲突啊。这条道路我们现在就可以把游戏继续了。你看这些悬空的车辆，他们会自动找到这个合适的道路，但确实也够智能了。以这个道路的中心线为标准，然后我们向前去延伸2个节点，也在这儿，再慢慢的把它改造一下。比如说这样直接升级就可以了，比较简单。我们可以先从一个比较简单的路口从这儿直接拉一条曲线，右转连右转。这个匝道已经连好了，剩下的这个节点，我们比如说从这2条匝道呢，让它先抬高，然后再向前去延伸。因为它有一定的高低差异啊，所以我们在连接的时候需要去打一个半圆。从这个位置开始，我们还需要把它逐渐的再次的抬高。好像这个圆有点太小了，想一下啊，我们以第一视角来看一下，确实有点小了。然后接下来的一个路口不是太好连接，因为这个 CSUR 它的节点太多了，我们需要先把这条1、2车道呢帮它引出来，在引的过程中还不能和左边的道路去吸附，要不然的话这个节点我们不是太好调整。接下来拖动这个节点让它抬高。在绘制的时候只要我们不连接这个节点，甚至可以拉一条直线，通过这个直线呢，再手动的去把它给做一个弯曲。由于这个半径的距离不是太大，所以连接的时候不是太好连接，我可以稍微快一点，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看得清楚了。OK， 这样就连接上了。你看这样一条立交它是非常规则的，但是这种规则说实话我不太喜欢，我比较喜欢那种稍微错乱一点的4、5条路交汇在一起就形成的那种美感。那么前方呢，我们这条4车道这个范围肯定是用不上的，其中有2条主干道呢，我们要让它去往远方。未来我们去发展对面的时候这个车辆他们就不用来这个区域去形成一个拥堵的状态了，是吧？那么现在把游戏先暂停一下，要不然这个车会掉下来的其实它不会掉下来。我们先把这条4车道呢接到地面上去，我们把这条1、2车道呢通过这个位置以隧道的模式去往远方。
天桥太多的话，这个地方会像蜘蛛网一样。诶，从这儿强制地面。差不多已经把这个高度降到河床下方了。等后期我们在发展新的地方的时候，再把这个路给延过去。现在旁边的这2条匝道呢，我们就不做立交了。两边的匝道再把它变成主干道，这个地方就长了，就可以让我们的汽车去连接了。哎，这个雕像比较合适，大小也合理，然后正好可以把它放在这个格子里面，是吧？看一下效果。你看啊，从这个位置，汽车过来以后，我们以它的第一视角来跟随一下。哎，为什么这里的坡道为什么看起来这么不合理啊？把这个节点再降一下，差不多了。通车了以后啊，我们下一步的任务是快速的把这里的客流量给带起来。那么我们来到前方吧，这里有一个酒店一条街。本来我是设想是这样的，找一条商业街，然后两侧是一些商店，没想到这样盖起来了，不过也行啊。那么现在我们在对面吧，先找一个独特建筑啊，比如说一个广场一类的。按照比例来讲，这个广场好像也不能太大。然后呢，我们先这样绘制，先放一个小型的建筑啊。这个是干什么的？我也没有了解过。带了有一部分楼梯，有点像一个小学的教学楼一样啊。也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的。维护费用每周400，我们就以它为基准，在它下方呢去涂一部分水泥地，有一个广场该有的样子，是吧？当然，只有这一个建筑肯定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再放置，把所有的建筑最后能够堆成一个风格最好。啊，这个太大了。哇，哎，这个建筑，哎，我发现这个建筑可以有啊，它还自带了有一条马路。我们先把它放在这个位置，比如说把这里做成一个小型的广场，对面呢旁边就可以做一个大广场，是吧？慢慢的把这里打造成一个商业街。如果非要连接的话，现在好像也不是不可以，把它稍微调整一点点，再用这个2车道的公路先随机的去连接一下。继续来找，继续找。体育馆，在山脚下放一个体育馆合适吗？大小倒是挺合适的。这样我们先把游戏暂停一下，然后放置了以后，假如说后悔了，还可以再把它取消了，是吧？好像不影响啊。哎，连停车位就不用我们再修复了，就是这个每周维护的费用太高了，但是它可能会带来更多的客流量，所以我们先暂时把它给放置了吧。那么其他的位置，这个3角之内啊，就可以涂水泥地了，把它完全变成一个风格。是啥呀？这是一个小喷泉。哎，这个喷泉还挺漂亮的。所以啊，我们是可以把这2个建筑圈起来，让它共同的向路边去延伸。哎，我去，圈不了。这样它反而有点像一个酒店了。哎，也可以找一下有没有酒店的一个标志，给它直接加上去。本来想加一个广告牌的，把这个楼变得稍微生动一点啊，发现那些广告牌呢都不能做模物。哎，前方的这个广场现在已经有人了啊，现在看起来整体是有点乱的。哎，我们可以找到这个围墙，比如说从这个广场旁边画几条直线，稍遮挡一点点。
哇，突然想起来我们是不造景的啊，然后我是为了把这几个楼的风格变成统一，所以呢为它做了一个大院，旁边呢围了一个假的小天桥。这个商店2楼呢正好也可以吸引一部分游客，但是它也是山区的一个小型的商场啊，不能和城市里的去比较。哎，就先这样吧，这个区域现在倒是有那么一点点像一个商场的感觉了。